小哥意外发现准备红烧的鸭子天赋异禀，他在厨房里整整跑了2个半小时不带停，而且奔跑起来风驰电掣都不带甩翅膀，仿佛有着永远用不完的精力。据小哥说，这只鸭子最久的时候跑了1天1夜。小哥敏锐地嗅到了这一商机，因此他带着鸭子参加了50公里的马拉松，没想到却让小哥过上了奢侈土豪生活，就连世界名人都赶来跟他寻求合作机会。这只小鸭子名叫小五。当他还是一个鸭蛋时，就来到了小哥家中。起初小哥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将它抚养长大，过年方便加餐。在小哥精心照顾下，小鸭子很快就满月了。可小哥发现小鸭子非常喜欢跑步，它总是喜欢跟在自己后面跑来跑去，而且小鸭子体力远远超过了自己。来回跑了几公里后，小哥已经累到虚脱，可小鸭子却意犹未尽，精力充沛。小哥猜想小五长大后肯定易于繁鸭。长大后，小哥在家里专门设置了一个跑道供小五跑步训练。可考虑到家里的跑道空间有限，因此小哥就带着他到院子里奔跑。然而小哥发现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小五永远不知疲倦，能够持续奔跑。这让小哥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前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马上要举行马拉松比赛，第1名的奖金高达50个 W， 于是小哥决定带着鸭子去参加马拉松。为了让小五有足够的体力参赛，小哥特意带着他来到餐厅补充营养。可显然一盒青菜无法填饱鸭子的胃。很快小哥又带他来到一家中餐厅，并且帮小五点了他最爱吃的北京烤鸭。吃饱喝足后，小五显得精神充沛了许多。比赛开始之前，小哥又给他补充了水果，并且做了一番赛前动员大会。小五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，仿佛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。很快小五如期的来到了赛场，为了避免跑步途中磨破小脚丫，小哥还暖心的帮他准备了小红鞋。一只鸭子前来参赛，瞬间引来吃瓜群众围观，许多路人纷纷想要和小五拍照合影，就连执勤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拍起来。不过小五的心理素质真是非常强大，面对众多陌生人的围观，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乖乖的配合让路人尽情拍照。可许多人都对此提出了质疑，他们认为小鸭子肯定跑不完全程，毕竟全程足足有50公里，对人类来说都是一项很难完成的挑战，更何况一只只有几斤重的鸭子呢？不过小五却表现得胸有成竹。俗话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让我们期待小鸭子跑出完美的成绩。在和最后一波吃瓜群众合影完后，马拉松比赛也就正式拉开帷幕。小五一脸认真的样子跟在队伍中跑了起来，起跑时还不断地挥着翅膀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由于是第一次参加高强度比赛，因此小哥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小五喝点水补充体力。不过中途仍然有许多路人拉着小五拍照合影，本来就落后了队伍许多，这样一来更加耽误了小五的速度。那么小鸭子是否还能拿下第1呢？让我们跟着小五的步伐继续前进。话说鸭子参加马拉松真是闻所未闻，但许多人更多的是震惊，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然是只鸭。许多路人纷纷成为了鸭子的粉丝，并且主动给他端茶倒水，这让其他的参赛选手羡慕不已。一路上小鸭子都在努力奔跑，几公里下来，他已经超越了许多选手。很快他就来到了10公里处，小哥询问鸭子还能不能继续，没想到小鸭子不断挥舞着翅膀，仿佛是在说不到最后绝不放弃。接着他又精神抖擞地跑了起来。虽然作为鸭子享有许多特权，但整个过程小鸭子都非常遵守规矩。他一直都是跟着线路奔跑，从来没有投机取巧超过近道。一直到了晚上，小鸭子仍然在坚持。不过此时小鸭子的步伐越来越慢，小哥急忙给它补充了水分，并且将它抱在雨中淋水缓解疲劳。随后小鸭子立马变得精力充沛，它又跟着人群快速的跑了起来。小朋友见到鸭子这么努力，他们都说要以鸭子为榜样，并且给它加油打气。随着奔跑的时间越来越久，许多参赛选手都已经精疲力竭，甚至有些人已经打算放弃比赛。可当看到鸭子都还在苦苦坚持时，所有人都纷纷打起10分精神。毕竟要是输给一只鸭子可是非常没面子。不久后，鸭子的精力似乎已经达到极限，它摇摇晃晃，步伐越来越慢。之后小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它补水，人们纷纷给小鸭子鼓掌加油。在得到大家的鼓励后，小鸭子咬牙继续坚持奔跑着。因为在小鸭子的字典里没有放弃2个字，小哥给它补充了最后一次营养，并且告诉小五离终点只有2公里。小鸭子听后开始了最后的冲刺，最终在所有人的欢呼中成功来到终点，全程50公里，从白天一直跑到了晚上，许多人类都无法完成的比赛。然而这只小鸭子却做到了，大家对于鸭子的表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然而许多参赛选手对鸭子表示了敬意和感谢，因为在小鸭子的感染下，他们也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50公里。小鸭子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敬佩，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，但举办方仍然给鸭子颁发了奖牌。小五不停地张大着嘴巴，仿佛是在享受这份成功的喜悦。没想到小鸭子一跑成名，短短几日便涨粉300多万，瞬间他就成为了当地的大网红，就连名人都来为小鸭子庆祝，并且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从此后，小哥过上了奢侈的土豪生活。看着眼前这只拥有超能力的鸭子，小哥再也没有将它做成啤酒鸭的想法。
这是发生在街边让人感动的一幕。一只白狗在凛冽的寒冬中等待了主人整个冬季，不管白天黑夜，它都守在这个花坛里。狗狗会认真观察路过这里的每个行人，试图在人海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它在白雪皑皑的寒冬里独自守候着。一位在附近上班的小姐姐注意到了这只奇怪的白狗，她告诉我们，狗狗已经在这里生活几个月了，每天都能看见它在花坛边来回徘徊着。他总是看着过往的人群，目光中似乎在寻找什么。当看到身穿黑色上衣的人，狗狗都会立马跟上去。可仔细观察后，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要寻找的主人。他缓缓停下了脚步，随后远远地目送行人离去。就这样，他在人群里不断地寻找，只要看见身穿黑色外套的路人，狗狗每次都要跟上去看个清楚。他不想错过任何一次与主人相见的机会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转眼间冬天快要过去了，可他却依旧没有看到春天的希望。小姐姐猜测狗狗应该是被遗弃的，因为流浪狗不会一直守在一个地方。她曾经多次尝试想要带狗狗回家，可她却拒绝任何人的好意。每当有人靠近时，狗狗都会躲到一旁，似乎它的心里只有自己的主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狗狗在零下10几度的雪地中沉睡了过去。狗狗的忠诚也打动了许多路人，人们为它在花坛里搭建了个小窝，并且一些好心人士会经常送来食物，希望能带给它一些温暖。一直到夜幕降临，狗狗依旧守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它并没有住进人们为它准备的小窝。阵阵的寒风迎面袭来，狗狗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它想起身活动一下来保持身体的温度，但刺骨的寒冷早已冻僵了四肢，失去知觉的双腿每挪动一步都显得十分吃力。可即便如此，它还是不忘回头再看上一眼。当第二天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它又开始继续游荡在花坛的边缘。大家猜想这里或许是狗狗与主人最后相见的地方。转眼间，天空突然落下了鹅毛般的雪花，但这却无法影响它每天要做的事情。随着街道上出现的人越来越多，狗狗也变得忙碌起来。它身披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不断穿梭在花坛的草丛之中。它忘记了饥寒交迫，可却唯独没有忘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狗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，生怕错过与主人相见的每次机会。然而它却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。到了夜晚，街边华灯初上，它孤单的背影在繁华的夜色中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而它日复一日的等待也蔓延了整个冬季。人们发现小窝里的食物，狗狗几乎没怎么吃过。它虚弱的身影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凄凉。狗狗安静地趴在雪地上，似乎做好了随时长眠的准备。大家实在不忍心让狗狗这样一直等下去，于是人们自发组织了救援队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几天后，狗狗终于被顺利救援。来到宠物医院后，兽医为它做了详细的检查。好在狗狗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医生表示狗狗对人类十分友好，这充分说明了它之前是有主人的，并且它和原主人的感情应该非常深厚，这才会导致狗狗在雪地中一直等待。或许是太过于思念主人，狗狗对于人们提供的食物几乎没有太多兴趣。几天后，那位热心的小姐姐来探望狗狗，她表示会帮助它走出那段过往记忆，并且给狗狗一个全新的家庭。请不要抛弃那个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因为在小狗的世界中，主人就是它的一切。这是发生在大海上神奇的一幕，一只白鲸将捕捉到的鱼儿送给了眼前的人类。原来刚刚小哥在划船时，突然被一只白鲸拦住了去路。小家伙用清澈的眼神望着眼前的陌生人，嘴里还时不时发出悦耳的惊叫声。一开始小哥并不理解白鲸的意图，他伸手和对方打了声招呼，以为这只白鲸是想要和他一起玩耍。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之一，白鲸不仅非常喜欢玩耍，并且智商也是出奇的高。一直以来，它们对人类都十分友好。小哥摸了摸白鲸的小脑袋，接着准备继续前行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只白鲸竟然跟了上来。白鲸围绕在小哥的周围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在滑行了一段距离后，白鲸再次拦下小哥。俗话说，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看他的样子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。这时白鲸突然调转方向，示意小哥跟上自己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缘由，于是小哥决定跟在白鲸身后一探究竟。担心对方跟不上自己的脚步，他还会时不时放慢速度，甚至还会在水中与小哥进行互动。就这样，小哥一直跟着白鲸滑行了几公里，眼看着离岸边越来越远，没办法，小哥只好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。几小时后，收到消息的救援船赶到，人们一路跟随这只白鲸的足迹。经验丰富的海上救援队通过观察，大家判断这只白鲸一定是遇到了麻烦，不然它不会这么执着地环绕在船舶周围。有研究表明，海洋中的鲸类非常聪明，它们不仅能理解人类的行为，而且对人们总是表现出异常的友善和信任。近些年，鲸鱼向人类求助的案例数不胜数，这也充分证明了它们具有和人一样的智慧。救援人员跟在白鲸身后一直向东前行，半小时后，它在一处海湾附近停了下来。救援队很快在岸边发现了另一只白鲸，它看起来十分虚弱，呼吸也变得异常急促，很明显是生病了。救援人员马上对它开展救援工作，几人合力将白鲸抬上了岸。由于这里地理位置偏僻，因此无法对白鲸进行有效的救治。
最终救援队找来了海洋动物保护组织，人们打算将它送往海洋救助中心进行后续的治疗。此时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只白鲸之所以拦住游客，是想让人们救助自己的同类。当救援队乘船返航时，这只白鲸一直跟随在船舶的左右，似乎是在护送船上的救援人员。不过此时的它看起来格外开心。就在人们打算与白鲸告别时，它不知从哪里捉了一条鱼送到了人们的手中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救援人员纷纷为之感动。原来不只是人类，动物们同样也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对于生活在大海中的白鲸来说，海洋是它们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。美丽的星球并非是我们独有的专属，它是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个生命都能被尊重与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